好的，欢迎回来。那马上开启是今天这个第4局比赛啊，地图也是重新回到了海岛啊。今天是打一个地图的交替，对吧？今天海岛图的话，其实强度也是非常的高的。然后天霸在今天前半程的比赛完成度很高啊，2局吃鸡啊，并且在今天的这个第2局比赛当中也是拿下了比较高的一个淘汰，分差也是逐渐拉开。还是要看一下我们其他队伍会不会在今天的后面2局啊把这个分差给追回来。是的，因为下场是米拉玛，也是一个大分图。是的，而且我们这次机制的话是你会带进的这个积分进入到决赛，对吧？所以说确实天霸就表现非常的厉害。好的，直接进入到今天的第4局比赛当中，看一下航线情况吧。镜头给的是天堂港，那么航线的话，从天堂港到大义城南边，整体航线其实相比较于第一把米拉玛来说的话，可能要稍微的会好一点点。没错，看一下航线的一个情况，大家落点之后的一个选择。其实南边的城对于北边来说可能会偏少一点啊，基本上很多大城都是在北边的。北边的城区有很多，火车北站、克鲁兹、提波镇、一个炼油厂。南边可能相较于北边来说，可能就是野区稍微多点。第4局打沙漠啊，这个，我发现我们赛这帮老师可能是喜欢对称。是的。直接中间拿泰国图把这个地图分开，然后打对称的一张地图啊。是的。挺有意思的，看一下这个落点之后的情况吧。今天沙漠图本身冲突也不大，对吧？本身地大物博的，这个没什么好抢的。但是还是有些点位的话，会有一些冲突，就是 SSG 和这个 KDF 这么丑的一个点落在双方，抢车了。这边的话 KDF 不是往防区去的，但是 SSG 看落地之后拿枪的情况，好像都是手枪加 VSS， 而另外是 RBS 跟歼击 Mutanavu。两边第一时间没有选择死肉啊，这样的话可能还是要稍微会尬一会儿。我这个圈有点极限啊，这个圈整个陆地面积只有50%左右。是的，一个东部圈形，这个圈很有可能啊会刷到小岛上。跟别人打我可能不太相信，跟你打我觉得是有可能的。很久没见了。对，每次跟你打，感觉倒圈的概率总是非常的高。是的。看一下刚刚的话，其实在这个落点之后，两边是没有直roll的，而是选择分跳。而另外一侧 KDF 这个车辆转移声音是被富 M 捕捉到了，也不太好打下来。其实我觉得幻神不如花时间赶紧去搜吧，这个其实没必要。不过也有可能幻神想要去通过这一波。去看一看 KDF 往哪里走，观察一下，驱赶一下。没有在自己的领地搜索的话，就还行，能接受。完了，77这个地方要被埋了，他完全没有信息，没有想到这个地方会埋一个人。现在虽然没有特意收着脚步走，但是目前距离有点远，不一定能捕捉到。而且 GNG 是选择更加保守的一个策略，他选择上高点了之后找一个很好的架枪位，而且底坡有人出手可能会吸引77的注意力，他可能还是没看。是的，他怎么会在这个位置？他好像有狙击了，第一时间躲过了枪线。那你要反杀了啊！你要纯拼枪，我可就不怕你了。这波没偷到77的背身，反而被反杀了，这个。我感觉第一波吓一跳，就是不确认再看一眼，真的是有人吗？上那个楼梯的时候发现对面有一个人，真的是吓一跳啊！现在是 RBS 跟这个歼击，刚刚说到这个分跳的一个情况 ，RBS 也是一愣啊，头上怎么死了个歼击的？这把肉点对于 RBS 来说有一个人数优势啊。另一边 GP 过来加油站，加油站是有个 pick 男的。他听到车声了之后，先让出来了，加固点。是的。信息的话 ，GP 是没有的。AZ 这个滑车好像 GP 应该能听到啊。打起来了，这个男在架住这个过点，小头皮两边同时秒杀，一人秒一个。GP 整个加油站只剩最后一个人了。AZ 血量也不是很多，队友呢
没问题，补强补的很快啊！初期 CC 继续拿下3分，小配合打的是非常不错的。是的，今天开始混战啊，GNG 跟 RBS 贴脸，19-11啊！本来这一波感觉 RBS 打的还不错，但是被 Hell 的一颗雷直接解决完了。是的，这边他们还是进攻方，是2波揉点都是 GNG 拿下胜利啊。现在看到是 WCG， 因为这场的话圈也比较偏，然后带了大量的水域，Form 这一侧和 DDT 稍微是撞到了一起 ，DDT 应该是从圈边过来，拿到信息之后选择直接贴了。这边也是个撞击，要直接开车过来，对方是个大菠萝，打了3个，只剩 Stella 了，不会要被穿了吧？头甲状态依旧保持的非常的完美，大学的直接抢点，要跟对方打个1v1的 battle。想掰，空包弹，先进屋子还好，这波是规避了一波长的大波，这波还真不虚，你把28发完成后，先把人补掉。对方是在房子外围11发，哇，差一点，再来小闪身，将 F 神打掉了。队友支援的怎么那么慢呀？都打完了才来。黄菜都凉了，但是好像来不及拉人了，因为 Leo 已经落位，听到车声，但是第一时间没有拉到这个位置之后，还能先把队友扶起来。能拉一个。这个信息应该是队友给到了，先一颗手雷排过来，我感觉还有机会拉第2个，但是人都落近点了。哎，过点看到了。列索他的血量也没有抬起来，先做架枪。我感觉这一波太执着于拉人了。是的。这个 X-Men 其实支援有一点点慢了啊，队友打了3个，拖了那么久的时间，队友还没到啊。但是刚刚其实也是挺给机会了，就是我感觉有点沉迷拉人了，我觉得拉起1个就可以开始有一些加强的操作了。是的。但没有想到把这个任务是交给了残血的队友，自己还在拉。我觉得他们俩位置换一下，可能这个结果都会好一点点。就是你让残血的队友了，然后自己去架，可能会好那么一点点。是。这个就过来拿信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位啊。这个地方可以抽抽靶啊，虽然不太好补人。而且在我们之前加入那个你可以开伞那个机制之后，就大家也不是很畏惧去到这种高点了。以前是去到这种高点，就是也不好去，对吧？主要是也有新道具的加入，就以前是爬山什么的，确实是挺难的。就下来之后，经常，人还没有下来，就血条就先掉一半。过点，一波没能秒掉啊！一滴血高打击就直接操作了。但是另一侧，队友的补强还是非常快 ，DDT 这边也是拿下了 Foam。还剩17支队伍，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在1圈的时候，感觉这个节奏呢，就跟之前16支队伍是差不多的节奏了，人数差不太多。因为正常来说，打16支队伍的话，1圈的掉人率不会特别的高。是的，就经常第一个圈除了就是肉点就不说啊，就正常来打的话，可能都不会掉人。挺期待这个2阶段的，就是不是这个小岛圈就看2阶段了。这个切就有，没切就没有。感觉上有这个机会，但是感觉概率不是很大。
是的，肯定概率很小的这个。或者就刷个小童星，然后2个岛可以覆盖，然后3段它也不排水，然后再切一下也有可能。是的，看能不能提前给个判定。岛区就有意思了，主要是队伍也比较多，对的，对吧？这个就看到一大堆泡澡的队伍游泳过去，哦，很有意思。而且主要是现在这个可能有很多队伍他没有捡到那个紧急车体，这个就会导致游泳流会特别多。看一下这部扫车。啊！好家伙！不过真刷岛，我直呼好家伙！啊！我有点不太相信啊，这是凭什么？哎，有可能回切的，你别说，因为它3连弹它没机制嘛，对吧？这个也可能切回来的，但是这个切回来之后，你4阶段你水排不干净，就是它得连着顶切2个顶切才能切回来，但我感觉有点。应该是岛圈了吧？我人傻了，我感觉观众是很喜欢看岛圈的。是的，梦想成真啊！直接这个爆闪之后就贴过来了，队友这波配合打的也是非常快啊！没想到啊 ，New Happy 本来其实踩在是一个比较去中心的位置，现在一下就是不好判断了。而且从圆心论的角度来说，他的那个圆心在岛上，对，其实已经就是对于17来说已经是提前下判断了。我感觉应该是岛圈了。你看，其实大家都是这么觉得的。WC 就有顺位度就先游过去了。Xman 是直接开船登岛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个海岸线有船的队伍寥寥无几。船也不多。大家其实也很少看到这个沙漠土用船的。是的。哎，但这边地摇不要，它有紧急呼救器，但是我记得这个东西它起步是飞得很快的。对。哎，这波先打一个。我迪瑶瞬间就被 GP 跟 Pero 给这个瓜分数了。关键是那个雷。但是 Pero 这波可以继承遗产，应该很肥，真的很肥。Xman 2个人也是在圈边被 SSG 打掉。我看现在哪些人登岛了？SSG， 然后 OPGG 啊 ，WCG，17游泳游到一半还没到岛上，现在岛上已经有2支队伍了 ，WCG 马上落位。天霸这边是有船的，所以他会选择一个更加安全的一个登岛的一个角度，直接绕了一边，先到旁边的这个稍微面积小一点那个岛上。是的，但我觉得这个图它刷在，因为从圆心的位置来看的话，它刷在那个靠近上面那个岛的可能性大一点。之前比赛往大岛刷，基本上都是往大岛刷，往小岛刷就是往南边那个岛刷的比较少，但是也有刷过。我记得很早以前有个虎牙的一个比赛，也是，当时是往南边那个岛刷了，但是基本上就是小岛圈北边这个岛可能这个概率会大一点。看判断了，你这恐怖故事就是这个圈万一切回来怎么办？哦啊，它真是岛圈呀！这是上面那个岛，这基本上是判了。是的，是的，真是岛圈，我晕了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这一把就没有什么战术可言，因为你这个圈都已经刷成这个样子了，没有什么战术可言，进不了圈就打，是的，进不了圈就换分。这个圈就是不要扯什么战术不战术。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局岛主是谁。因为这个 OPG 来的比较早，这局他在圈边也是一直在卡边，然后呢，就其他想登岛队伍都会吃到 OPG 的一些枪线的干扰 ，FTG 也是直接游泳过来 ，DSS 也是这么想的，真的无处可去啊，除了游泳还能干嘛？
是的。去捕鱼抽奖一下。那现在对于 DSS 来说，他也没船，那不如在这波看能不能打点鱼。WCG 应该是这些最爽的了，他把就是小岛上那一片的防区给控住了。是的。但是不知道他这一侧能不能扛住别人飞伞的压力，因为肯定有队伍他会有紧急呼救器直接飞的，飞的点肯定是落防区，圈边也不考虑了。这波看到了，你看来了 GC。如果这个红砖，因为 WC 它是一个分残，没有第一时间接下来。哦，后续跟枪没跟上，对方原地一趴，能把药打起来。但是起身的话，肯定要红和烟。破点被抓到 timing 了，这波 WCG 虽然说是第一个登岛的，但是这波被紧急呼救器搞了一手啊 ！GGC 的一波强硬的一波降战，没翻倒，背身被抓到，没机会了。RS 离队友其实离得还比较远的。也没有办法给到正面的这个枪线任何的支援，只能单挂了。紧急呼救器这是好东西啊！对呀，你像这种圈本来是没得打的一个圈，但是对于这队伍来说就有逆天改命的一个奇效。是的。那边 DDT 也是把 DSS 给尽数团灭 ，DDT 这2把也是杀回来了。New Happy 也在当水鬼。New Happy 拼命的想隐藏住自己的这个身影，是。经济感上不来了，他这个时候再游就已经来不及了。是的。好，但是 New Happy 已经被 OPG 发现了，明明被点了一枪，差一点点。现在 GC 也是全线在这个海岸边施压，就是不能对，还有旁边还有 WCG 的一个枪线的干扰。是的，你这个阶段你想游上来是不太现实的。还剩12月，那大山已经看了很久了，倒了3个，还有一个呢。其实已经也是死亡宣告的。现在这个 NS 他闪身回去了，他没有看，没有持续看。12月第一时间也没有上去，反而是在一个这个海滩边缘，他留了一手。是的，那边林书埋着，这边是一对啊 ，Pero 只要 Pero 下水，这一波就要出事。那北边同样的啊，下海的还有 FTG 还在游。OPG 在这个点已经堵过一队了。现在是留了一个人看屁股，然后信息拿到了，就喊队友回来去打就行了。哎，看见这波已经上船了，打了一个，哇，这波很极限，在他抽队友的同时，自己直接上船，有一个5号位的一个输出空间，开枪直接打掉一个。OPG 没有想到，但是侧翼 GGC 的出枪是把艾坤打掉了。哎，这波相当灵性，上来了一个这个马保国老师。先踩住了位置，能在坡后打个药。现在 Pero 非常的欢快，他没有想到经典的埋伏，大树老师这一双罪恶的眼睛在盯着 Pero。哎，但是马哥把77给击倒了。我觉得这波林树应该是要跟 Pero 的4兄弟共进退了。Pero 走他就走 ，Pero 不走他不可能走的，也不会出枪了。他要找到一波能1穿4的机会。我觉得没必要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林树慢慢来，如果我是林树，这一波就等圈刷走。Pero 想要进圈，肯定是要去游泳的吧？你得下海吧？好家伙 ，FTG 站起来了。虽然有些明显的遮挡，但是今年压力给的很足。Kira 这波还在直接互相架住这个出烟口的一个位置。看这个投掷有的还不错，没有扔过去。对方也是拿投掷物还颜色，两边枪线角度还是 OPG 有优势，但是 FTG 人多。看一下这一侧能不能大力出奇迹。高打击，
这个点一踩住要出大事儿了。他这个出枪的位置有问题啊，而且被远点 GC 修了一枪，死得很残了。远点 GC 一直在限制后点队友，一直在帮忙补枪，但是艾坤还是找到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，打掉一个。现在是打1打1的对位了，艾坤，李叔来了，这个时候出枪，哎，想硬补一个。这个雷还是把打掉一波，只是损失了301个人。这波我说实话，对于 Perry 来说，属实没想到，那天霸怎么北边、南边各放了那么多人啊？南边还画了个单挂了。啊，与此同时，马一龙已经是登岛，而且天霸近点是倒了2个，他后面17是满编啊，还有车。就剩小左了，这个小左也是知道自己应该是上不去了。啊，这波天霸就我觉得林叔这波不出枪也不行，因为2个人他们是那个两架两个人下海，他想是先把这个架枪的人打掉，这样的话才能去打那个2个下海的。因为拍的并不是4个人同时下海，因为同时下海很有可能就是待宰的羔羊。这波林叔也是比较灵性的，找到2个架枪的人，只不过很可惜，他那个位置打了3秒之后过点被打了一滴血。小鬼出枪打了泡泡。哦，然后刚刚那边那个 FTG 那个埃坤的1打1的对位应该是打赢了，因为我看到消息现在是那个，他还拉起来了一个，就看一下17的这波追击，拿到了对方人少了一个信息，因为刚刚那个天霸和 Perry 那波交战的信息还是很明确的，高流只能够往后回退，他一枪，他追他逃，他插翅难飞。天霸再往前走要碰到 FTG 了，两边都是个2人鞭子，那里面阿瑞斯也是被解决掉，场上还剩2只独狼。FTG 他反正这个反扑是可以过渡的，就是他往下走的话，天霸也抽不到他。还是要补的。艾流已经被打掉。马保国老师重拳出击啊！艾流倒了，现在就剩一个77了。打的就是一套组合拳。打击77把 AK， 来回的 pick 节奏还不错，只是看一下这个年轻人讲不讲武德，能打过吗？这2个人都滑脚了。哎呀，77操作起来了，一波小滑铲。17成为场上唯一满编队伍，南边还有一个左子轩，这个信息17应该是知道的，留了速9在看。哎，我觉得小左还有机会，因为这个圈他切了一下，其实是有很多海域是在圈内的。现在战斗是集中在那侧山头，就是17也没有人去盯屁股这一侧了，他要先解决脸前的 GEC， 所以说小左这时候游泳，我感觉还能进来，他能先游进来之后信息丢失，先找的一个位置先待一下。而且他没准会活得比现在场上另外2个独狼活得还好一些。是的，他真的有机会游过来。现在 GEC 的重心也是放在11身上，现在2个就高边是队伍的一个对位，完了看到了，这个看了就没办法了。这个就防不住人家眼神好了。这把是真有意思，真刷倒拳，我感觉好久没见到这个倒拳了。是啊，所以我说跟别人搭我不信，我跟你搭我是信的。我感觉我每次只要到这种奇怪的圈都是跟你搭的，这挺有意思的，还是很好看啊。现在17可以把一些这个注意力放在小左身上了，那就出事儿了。就刚刚唯一的可行就是17他没有看到这个位置，或者说和 GEC 打的比较激烈，就可能给到小左生存的可能。但他由于就是上岛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大平地，便是个低点。我觉得这个反扑可以先等一等，就不要着急再往上爬了，只要在圈就不着急。是的。
还要等圈啊！场上关键是77这个位置，他也上不去呀、好尬，真的好尬。这悬崖太陡了，要不就再游一波反其道而行之。我觉得就是先对游到比较靠近中线的位置，他唯一能登岛的就是靠近那个小组的内侧海岸是能登岛的，但是现在因为实际他有小组的信息嘛，他肯定会一直看这个海岸边。是的，他这波反绕的可能性也不是非常大。这17还是在找77啊，发现找不到。但是独狼的信息还是很明确的，就是17他主要这2个人的位置都比较刁钻，就是他没有必要去花太多的心力去处理。现在去解决脸上的 GEC 对于17来说是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任务，就顺便看一看啊，有就有，没有就再等一等。是的，这个圈对。那我前面其实已经有意识在看，但是没看到77应该是挂这个蓝圈的边缘，白圈的边缘，他也没有往前走。看到了速九的背身，第一时间没有出枪，这波出枪即便是打了也补不了。12月那个小岗亭是不是被刷走了？是的，岗亭不在圈了。你看，现在有了小左信之后，其实速九一直在盯，是的，就是等小左出来以后找机会去抽掉。这个岗亭其实也挺难打的，就是出来就低点嘛。架死了，12月动不了了。即使这个17不架，就 GEC 也要处理的，这点也不用担心。好，最后速九将77找到了。小左能跑进来吗？这个石头先包住，包住了。有雷，距离够，可以扔。距离差不太多，但是还要往前走一走，因为这个距离稍微的偏远一点点。啊，还是要绕，要扔这个雷，确实要往前走。而且小左已经丢失了速九的全部信息。现在总有些化身为 GEC 第4人，他这个位置还挺合理的，别说，很合理的一个买点位啊。所以要先清。哦，来雷啦，这个没办法。哎呀，徐硕把这个小左给打掉了，进了一局了。他其实比他原定排名已经好了不少了。没错。从刚刚那个本子来看，他已经多拿了好几分，多拿2分排名分了。哦，李 Ghost 一颗雷将大山给炸倒了，那位置已经锁定，速九直接去拉侧身了。还有雷，现在 GGC 很难去打这个山头，这个山头完全被17给占领，而且屁股后面还有一个12月这个独狼。一颗蓝圈手榴弹想逼迫12月的走位。我有一说一，就这个地形来说，就很难想象17怎么会不吃鸡。是的，怎么？对啊。恭喜17 12个淘汰，也是拿下这把小岛圈的胜利啊！那17也是打得非常稳健，因为在本身岛圈出来之后，他登岛的速度也是属于比较快的，在整个北边这个小岛当中啊，他拿了一处防区，也是把整个海岸边全部控制住。后续其实推进，我觉得就哪怕是高分段的 rank 路人也知道该怎么打，就是基本上就围着这个边缘，把边缘的分数卡死，抢山头就基本上就吃了。我觉得这把17也打得非常稳健啊。是的，而且编制很齐整，就是主要是这一波他这个圈边打的还是，处理的比较干净利落。对于独狼来说，没有很好的生存空间。然后当时场上这个决赛圈是有3个独狼嘛，对吧？其实小组的位置很快就被点到了。然后我看他前期，无论是这个天霸还是这个 New Happy， 他们这个站位都是被17给拿捏的。而且这个高点的一个地势，就 GEC 它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个进攻的这个角度。就是这个地形来说的话，很难想象17怎么会不吃鸡。是的，基本上就是满屏，就是
这个圈呢就能对17造成影响，就基本上没有队伍能对17造成影响，可以这么说。当时场上所有的队伍，就包括像北边就游泳的这些队伍，下海的这些队伍，无非就是你说像这个 GGC 啊，对吧？它是做这个紧急呼救器的，包括北边的 FTG 啊，和还有是 OPGG 啊这种，都在北边混战。那基本上它海岸边这些小防区呢，17是控的特别特别死的，没有给对方任何机会。你看游也不可能游到这个17这个防区吧？你游过去就是找死。是。我觉得当时想到就唯一可行的剧本就是，如果说天霸他是就是整队在这个山头那个位置和17打正面的话，那波打过了，可能对于17就是损伤就非常的大了。但由于天霸他也是一个分兵，两个岛都有踩人，对吧？其实这个会导致他近点的就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个防守的力度，然后呢也是给到17比较好的一个机会。是的，对吧？我觉得圈是要大于一切的，这个没办法。小岛圈出来之后，就哪怕是前期有一圈原住民啊，就基本上顺位全部洗牌，因为你不能说保证我一圈原住民的情况之下，我100%能够拿到船去做转移，这个是你比如说像 CCG 啊这些队伍，一圈你说硬巴拉这些没有用，拿不到船啊。其实像这个 GEC 他已经顺位洗牌了，他这一波这个空降到这个防区，先把这个 WCG 打残了之后。其实已经拿到了比较好的一个顺位，当时防区大家也看到，也是圈内比较舒服的一处防区，但是也是由于后续圈型的一个切角，这个导致这个圈型是倾向于在这个岛上这个山头。就如果说他反过来这个圈如果是往防区刷的话，这局也是 GC 的局，机会也很大。就是17他可能下这个山的时候就会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，这个就是圈型的一些影响。所以说像刚刚米饭老师说的那样，就是这一局就是圈型决定一切。就没有什么特别好付的这个运营的策略，就无非就是有顺位的队伍先上岛，就没顺位的队伍晚上岛，然后晚上岛的队伍的话没有地形可以待，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场比赛。这把都不用复盘，对吧？我感觉这把没什么好复的。对，这个教练组估计也没什么好说，就即使这场可能没拿什么分儿，这个教练组也无话可说，确实没得打。反正最后一把是海岛，只要把海岛的服稍微复一下就可以了。对。反正今天这个前半程打完了，天霸虽然这局没有拿大分，但是他拿到了相应的一个排名和保底，这局也是会将这个分差稍微的往前再拉一拉。是的，好歹也进入到了能吃排名分的阶段。对，这局其实打的还是，还不错的。天霸可能如果说真的硬要负的话，天霸会稍微有一点点可惜，因为他当时有船嘛。他是选择2个岛的那个靠近南部的那个岛，然后呢，他可能是觉得从这个顺位卡边会有一些优势，所以说没有第一时间把所有的兵力布防在这个靠近北部这个岛上，反正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策略，就只是说马后炮艺术，就是如果说这个岛这个时候他能够早点去的话，没准也能拿到更好的一个顺位。是的，这个一切都是后话。而且天霸当时那个战术意图其实也是想要去多拿点分数。对，好的，这局的一个单局积分榜，17是拿到了22分，然后 New Happy 是10分啊 ，GC 是9分，然后是 DDT 天霸啊 ，Peril FTG 啊 ，DSS Xman、GP GNG SG OPGG WCG CCG FUM GNL， 然后 DL KDF 和 RBS， 这个是单局的分数。来看一下这场的 MVP 和目前的一个4场后的一个总分。是给到小鬼6个淘汰，897的伤害。那确实，这个分数比重在队内算是比较高的一个比重了。他淘汰占比应该占了50%。是的。看一下总分啊，天霸其实分差还是非常大啊，这局是已经拿到了64分了总分，然后 New Happy 是45、17、13、18，然后是 KDF Peril 啊 ，GPDL SSG GNG Xman WCG GC DSS FOM FTG OPGG DET CG RBS 和 GNL。是的，这样的话，今天前4场已经全部结束了，还剩最后一场海岛地图。希望分数不太多的队伍呢，可以在最后一把当中能够稍微的发点力。不过最后一把海岛地图话也说回来，也是属于圈型会占比会比较重的一张图。是的，那我们先期待一下最后一张地图到来，我们先稍作休息，或者等待一下今天最后一局比赛的开启。